清康熙青花釉里红海水云龙纹缸，高28.8厘米，口径28.7厘米，足径24.5厘米，缸连口扁圆形腹，圈足沙底，缸内外施满釉，外壁釉里红绘双龙细珠纹，辅以釉下青花和釉上五彩绘云纹、山石、海水纹，画面波涛翻卷，蛟龙穿腾于云海间，表现出龙的阳刚之美和翻江倒海的磅礴气势。此缸造型古朴端庄，胎体坚硬，釉色莹润，釉里红的发色纯正。康熙朝由于掌握了铜红的成色技术，釉里红瓷烧造的相当成功，不论小品还是大器，均造型古朴，胎体坚质，釉色浓淡分明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。青花釉里红是同属釉下材料的青花和釉里红的混搭，同一件瓷器上用青花和釉里红绘制完后，依次入窑烧制完成。这说起来相当轻松，但由于青花骨料和釉里红铜红料的成色温度不一致，实际上的烧造技术含量极高，非常不容易实现，更难烧出鲜红与幽蓝并存的效果。青花是骨料在氧化后呈现出幽蓝色，而釉里红是铜料还原后呈现出鲜红色，在同一个窑炉内分别创造出氧化环境和还原环境，中间的火候控制就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。青花釉里红瓷器创烧于元代，当时的作品很少能细致的绘画，多数只以涂抹形成色块。我的频道中有首都博物馆陈列的元代青花釉里红玉壶春瓶视频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看对比一下。甚至到了明代，都很少有成功的青花釉里红作品，当时的烧造成功几乎纯靠随机。清代康熙时期，烧造技术飞跃，开始出现了成功的青花釉里红作品。康熙早期红色的发色还是偏淡，没法做到鲜红。到了康熙中晚期，技术进一步发展，才烧出了真正的鲜红。这件国博陈列品的红色极为艳丽，青花的发色也很纯正，是非常成功的作品。实际上，这件大缸除了釉下彩的青花和釉里红，还运用了釉上彩进行装饰。这意味着在第一次入窑烧成釉下彩后，工匠还要在釉上再加绿彩和墨彩，然后再次入窑烧制而成。这种技术难度更高一级，成品自然更加稀少和珍贵。这也说明当时青花釉里红技术已经成熟，工匠有余力进行更高的艺术创作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关注我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及时欣赏到我每天发布的精美古董。您喜欢什么样的古董？也欢迎在屏幕下方留言告诉我，谢谢。